又变帅了。我穿越到这个世界几百年，我跟很多人讲过现代的样子，讲人人平等，讲衣食无忧，讲给他们，也讲给自己。那是我做梦也想回去的地方。后生，你看起来像是能活很久的人，你能否替我这将死之人多看几眼这人间？他们等不到那个时代，但可以，我会活着见证他到来。从那天起，我不但要活着回家，也要活着见证这条路上的每一段兴衰。顾大人，您这弄得比天天挨骂的尚书大人还显老，有何深意啊？颜之兄啊，你入行浅不懂，咱们面色红润、精神焕发的在陛下面前伺候，别人岂不是要说咱们过得太轻松，没把陛下的差事放在心上？顾兄高见，余弟受教了。哪里，全是为国尽忠熬出来的。穿越到这个世界几百年了，不老不死，若是被帝王知道，这下场可想而知。走吧，今日朝堂怕是又有一场大戏。但是，只要活得够久，把政敌熬死，我就是元老；把皇帝熬死，我就是两朝元老；把王朝熬死，我就是下个朝代的开国功臣。现在我的目标只有一个，苟住。皇上驾到！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！逆子！朕还没死呢，你就敢私藏假入，结交边将，你要逼宫吗？父皇明鉴，儿臣那是为给父皇贺寿，绝无反心啊！贺寿需要调动北大营的3000精骑。武德38年冬月，帝怒，斥太子藏甲谋逆，帝至御赞，伤太子额。太子便约贺寿，帝不信，怒意更甚。这太子也是个蠢货，老皇帝都70了，才心最重的时候，你搞什么惊奇贺寿？起居郎何在？微臣起居舍人顾长安在。你在记什么？挟使皇帝要杀人灭口，篡改事实，就是渎职，更要杀。还好我早有准备。回陛下，微臣记的是陛下教子以言，太子纯孝，虽受责而不敢有怨言，父慈子孝，感天动地。我真是个天才，神特的父慈子孝。刚才那杯子都快把太子脑袋开瓢了。朕方才那是教子，正是。爱之深，责之切。陛下乃天下君父，对太子殿下寄予厚望，故而严加管教。你叫顾长安，微臣正是。名字不错，人也老实，退下吧。微臣遵旨。老东西，我名字能差吗？我活这么久，顾咸阳、顾东京、顾洛阳我都用遍了，还想套路我？老子可是读过24史外加看过500集宫斗剧的男人，你要面子我就给，反正笔在我手，到时候史书成资，你还能从棺材里爬出来咬我不成？老登欲杀子，借口甚滥。太子虽蠢，罪不至死，此乃皇权异化之必然，无趣。朝会以太子被禁足、削减卫队告终。下班，去翰林院食堂蹭免费的红烧狮子头去。顾大人，借一步说话。不知魏公公有何指教？顾大人今日在殿上的应对很是机灵啊。公公灭赞，低调低调。
低什么掉什么？没什么，没什么。顾大人，太子那边怕是不行了。如今四皇子贤德，不知顾大人怎么看？这是在站队拉人了。四皇子确实贤德，书法一绝，下官很是佩服。顾大人，明人不说暗话。若是顾大人愿意在起居注上给四皇子多润色几笔，日后少不了你的荣华富贵。魏公公，您看下官这身体，怕是活不过这1、2年了。下官现在只想安安稳稳的秩序还乡，种2亩薄田，了此残生。既然顾大人身体抱恙，那咱家就不强求了，好自为之吧。恭送公公。想拉我下水，没门儿！四皇子，那个只知道炼丹修道的草包，我看他还不如太子能活呢。跟我谈日后，呵呵。在这个拜高踩低的皇宫里，阎王好见，小鬼难缠。跟底层人民搞好关系，关键时刻是能保命的。顾大人，你还能吃得下饭？人是铁，饭是钢。苏边书，何事如此惊慌？什么铁的，什么钢的？大人，今日朝堂之事我都听说了。我等读书人，岂能坐视不理？你准备死谏？苏边修啊，这奏折递上去，你觉得会有什么后果？死便死耳，以此血祭轩辕，唤醒陛下。唤醒陛下？你太高看自己了。你的血溅不到轩辕，只会溅脏了金銮殿的地板。顾大人，你怎么变得如此市侩？你当年的状元文章见太宗10丝术，我可是倒背如流啊！哼，那你倒背一下，我听听。顾大人，都什么时候了，怎么还在说笑？哼，苏老弟，文章是文章，日子是日子。你想救国，得先活着，死了，可就什么都没了。那依顾大人之见，我们就只能眼睁睁看着。看着，就静静地看着。行了，吃肉。只要咱们还在，这历史的真相就丢不了。又救了一个愣头青，这也算是积阴德吧。宣起居舍人顾长安御书房觐见。烦死了，刚看到精彩的地方。公公，走吧。陛下万岁！微臣顾长安叩见陛下。起来吧，赐座。顾长安，你在翰林院待了15年，同期的进士有的已经做到了一方封疆大吏，有的入了6部当侍郎。你不急吗？这道送名题可得好好答。回陛下，能办军策，实属微臣毕生之幸。且微臣体弱，翰林院清静，正适合微臣养病。养病？是啊，你看着比朕还像个老头子，才40岁吧？微臣虚度40有1。
朕有一件事要交给你去办，请陛下吩咐。这是朕拟的一份密诏，朕死后，若太子真的不堪大任，你便拿着这份诏书，去北境找镇北王。这是烫手山芋啊！让一个起居上人去送遗诏，这剧情不对啊！陛下，此等大事，微臣位卑言轻。正因为你位卑言轻，才没人注意你。满朝文武，半数归了太子，半数归了老四，还有魏延在那儿盯着。今日殿上你那番话，朕听得出，你虽滑头，但心里有分寸。你不必推辞，此事若成，朕许你顾家3代荣华；若不成，或者你泄露半个字，我朝，陛下万岁，微臣万死。3代荣华，我特么自己就能活3万代，稀罕你那3代荣华？这老皇帝是把我往火坑里推。什么臣不密则失身，都要被这玩意儿坑死了，还不能看看里面写的啥？若楚军乱，可清君侧。清君侧，这分明是给镇北王造反的借口。这老皇帝是疯了吗？宁可把江山给弟弟，也不给儿子。或者说，这是在用弟弟磨砺儿子。无论哪种，这都是一场腥风血雨，这活儿不能干。先放着吧，等着老皇帝死了，这玩意儿就是废纸一张。至于去北境找镇北王，呵呵，傻子才去。我就在京城待着，哪儿也不去。只要皇帝死得够快，威胁就不存在。看着老皇帝的气色，也就这3、5个月的事儿。熬吧，比比谁命长。要不是以前告诉小刘这豆腐脑的配方，我可喝不上这口地道的滋味啊！后面还得找个人把油条的方子传下去。听说了吗？昨晚北大营那边好像有马蹄声。嘘，不要命了，那是禁军换防。什么换防？那是4皇子在试图控制九门。太子那边估计正忙着把卫队塞进皇城司。这种戏码100年间不知道上演多少回了。顾大人，这大雪天的，怎么也没个轿子？哎呦，是许大人，下官俸禄微薄，哪里坐得起轿子？这走走也好，活动筋骨，暖和。哼，顾大人真是清廉自守啊！听说昨日陛下召顾大人在御书房独对半个时辰。老皇帝放个屁，半个时辰后全城的狗都能闻到味儿。是有这回事儿，陛下嫌弃起居住，记得不够详实，把下官骂了个狗血淋头。只是骂人，陛下就没有交代点别的，比如给某人的手谕。手谕？什么手谕？陛下当时气得直咳嗽，说了一句“朽木不可雕也”，就让下官滚了。也是，顾大人这般稳重，哼，陛下定是让您以此为戒。拿去买点炭火吧，别冻死在这冬天里，到时候没人记起居住也是麻烦。多谢许大人赏，多谢太子殿下赏，下官一定在那起居注上把太子的仁德写得大大的。
真小气。也就是我脾气好，换个脾气暴的，高低得给你编排一段太子夜遇使女的野史。顾兄，你可算来了。上面发话了，要把这半个月的起居注重新誊抄一遍，有些地方要润色。那就润呗。神仙打架，凡人遭殃。言之啊，让咱们怎么改，咱们就怎么改。但是原稿别烧啊！不烧，留着那可是杀头的罪。藏上面，万一哪天新皇登基想翻旧账，那原稿就是咱们的护身符，两头下注，中间保命。顾兄真乃神人也。现在不能止血的，就先藏着，总会有人翻开这些纸，看到当年的真相。顾大人，这是司里边的条子，劳烦润孝润孝。公公放心，下官明白。顾大人，四皇子殿下昨日在府斋戒祈福，切莫漏气。自然自然，下官一定重重的写。皇四子闭门不出，未食肉。至于是不是祈福，天知道，也许是便秘呢。驾崩了！别慌，27响是亲王薨逝的规格，或者是皇后，但皇后早死。这声音不对，太急太乱，具体我也听不清几下。这不是丧钟，这是巨将钟。玄镜司指挥使起居舍人顾长何在？下官在。陛下醒了，即召顾大人觐见，带上纸笔，立刻马上。陛下醒了，不是说昏迷3天了吗？沈大人稍后。这哪里是醒了，这是回光返照。顾大人带干粮做什么？此去御前，怕是长夜漫漫，下官一饿手就抖，手抖就记不准。为了陛下的圣言能流芳永世，下官得吃饱。走。免死金牌和密诏都在家里暗格藏着呢，今晚只能靠自己了。唉，故人陆续凋零，好似风中落叶啊。这场景我熟，我可太熟悉了。当年景武帝驾崩也是这德行，这姜汁的手帕可真好用。顾长安，这是嫌我的命太长，非要在临死前给我拉一波仇恨是吧？微臣在，给朕记好了。臣洗耳恭听。太子李成坤，人弱无能，难堪大任。然国不可一日无君，着继皇帝位。帝弥留之际，欲太子人弱，然大统不可废，继位无能2个字可不能写，不然明天新皇登基，第一个杀的就是我。老四，你去守陵，3年不得入京。父皇儿臣闭嘴！顾长安，臣在。朕给你的东西，记得。大贤皇帝龙驾宾天。终于挂了，最危险的时候也要到了。陛下呀，你怎么就走了？你答应微臣的，你答应微臣的呀！御前失仪，陛下答应你什么了？陛下昨日答应微臣，赐微臣一副王羲之的真字模板，微臣瞻仰的字帖半辈子了。父皇临死前说的东西，难道就是这个？
顾大人，陛下大行，举国同悲，你却只念着一副字帖。公公不知，那是微臣的命根子啊！一个庸官远比一个有密的真臣要安全得多。顾大人，留步。许大人，哦不，如今该称许相了。顾大人，昨夜先皇最后一句话，真的是指字帖？陛下昨夜神志不清，所言断续，微臣这本子上一字一句皆是实录。帝旨四子太令守陵，二侍臣言及悉赏赐帖事，未继而崩。顾大人是个聪明人。陛下登基正需用人，起居院那个地方太冷清了，顾大人有没有兴趣动一动？也是在试探。许大人折煞下官了，下官这把老骨头熬个夜都差点归西，若是去了忙碌的衙门，怕是没几天活头了。但若是陛下能把那副王羲之的摹本赐给下官，下官死也瞑目了。哈哈，好一个顾长安！那顾大人就安心在起居院养老吧。至于字帖，回头我会向陛下请旨的。新皇登基，又要死一批人了，但我又能做什么呢？我只是字帖都很难要到的老头子罢了。至于密诏，在天下大乱前，还是去垫酸菜坛子吧。新皇登基，年号建武。好字，好字啊！看这笔锋若行云流水，看这墨色如蛟龙入海。顾兄，这赶工临摹的墨迹都没干透呢，至于吗？言之啊，你以为这是字帖？不，这可是咱的免死金牌。顾兄，外头现在可是不太平，菜市口的刑场，这半个月来血都没干住。昨日还是座上宾，今日已是阶下囚啊！一朝天子一朝臣呐，咱们这种记账的，只要不把墨水溅到新贵们的袍子上，就安心看戏吧。奸贼误国，奸贼误国呀！我的苏边平呀，这又是哪位奸贼惹了您？是许文远，如今的许相，他竟敢强征京郊良田1000亩建园子。我已写好奏折，这就去御前死谏。苏老弟，冷静，冷静！许相现在是从龙之臣，你这不是去弹劾他，你这是去送死。顾大人，当年那个写出“苟利国家生死以”的顾状元去哪儿了？如今你只知明哲保身，但我苏云起不怕。苟利国家生死以，那特那么也是我抄的呀。死谏非挑我值班的时候，这让我怎么记？苏云起，你竟敢污蔑当朝宰相！你说许相强征良田，可有证据？百姓哭声便是证据，流民遍地便是证据。放肆！将这狂徒拖下去，停杖80，流放3000里。吃肉，只要咱们还在，这历史的真相就丢不了。这该死的英国！陛下且慢！顾长安，你也要为这狂徒求情。陛下，微臣不敢说苏边修无罪，微臣只求您让微臣在他死前最后再问他一句话。你问。
苏云起，我问你，你所见之言，所议之事，你死后可敢与我一道，在青史之下对峙于后世？有何不敢？陛下，苏云起非死不可，微臣不敢拦。陛下，这杖杀直臣的名声，若是流传后世，哼！顾长安，你在威胁朕？微臣惶恐。罢了，为了一个狂徒，坏了朕的名声不值当，死罪可免，活罪难逃。改为廷杖20，贬去岭南做个县丞，终身不得回京。陛下圣明。帝宽仁，赦其死罪，贬岭南，以此示警。顾大人今日这支笔，可是重得很啊！许相说笑了，笔在手里，轻重全凭陛下心意。这次就算了，但顾大人有些聪明，用一次是智慧，用多了就是找死。好自为之嘛。活着，岭南的荔枝比京城的好吃，记得给我寄。顾大人，您这红薯烤的外焦里嫩，比御膳房的点心还香。拿去。年轻人正是长身体的时候，多吃点，要懂得摸鱼。像老夫这哑口，也就只能闻个味儿了。摸鱼，这个我会，但是咱们这儿只有御花园的池子有鱼，那能摸吗？不是那个摸鱼，这个摸鱼的意思就是干完活歇着，养精蓄锐。哦，就是像猫儿守在河边那样，看似闲散，实则一逮一个准。总结得很到位。800里加急，避让！顾大人，咋了？吃你的红薯，少打听。在宫里，知道的越少，活得越久。圣旨到，急召起居舍人顾长安随侍记录。不能摸鱼了。朕的亲叔叔镇北王，竟然勾结北蛮，举兵造反！陛下息怒。镇北王虽拥兵10万，但毕竟是孤军，北蛮狼子野心，未必真心助他。当务之急是调集兵马，派遣大将平叛。派谁？朝中能打的武将都老了，剩下的都是些酒囊饭太。建武6年冬，镇北王反，帝惊怒，斥武备废弛。先帝啊，先帝，您到底是让我帮谁呢？如果镇北王打进来，密诏就是投名状，他要是输了，这密诏就必须烂在酸菜坛子里。陛下，镇北王打出的旗号是清君侧，除奸佞。臣以为这是冲着臣来的。臣愿散尽家财，充作军饷，助陛下平叛。许相，朕知你忠心，那些反贼不过是找借口罢了。顾爱卿，你历经3朝，见多识广，你觉得此战胜算几何？陛下，老臣不懂兵法。陛下，镇北王世子似乎还在京城做质子吧？世子？对，李成树，那个废物世子还在鸿胪寺关着呢。来人，把他拉出来，挂在旗杆上。朕就不信他不心疼。陛下，老臣有一言，不知当讲不当讲。讲。陛下，此举恐有不妥。哦，顾爱卿有何高见？老臣只是想，兵锋未至，而诛其子，有失
王者气度。搞了这么久，差点为个不相干的小子翻车。但是至此何故啊？还没发霉，再放放吧。李成坤啊，李成坤，你这皇位怕是坐不稳喽。顾大人，您还有心思吃？听说昨夜兵部尚书全家都跑了，连夜走的，宅子里的细软都卷空了。跑？往哪儿跑？南边流寇，北边叛军，还是这皇城里安全？起码墙高。可是叛军马上就要……嘘，停！丧钟没响，说明陛下还在。只要陛下在，这天就没塌。传口谕，召起居舍人入宫议事。享福没我的事儿，要命的时候总要叫上我。爱卿，叛军已至城下，京城守备空虚，这可如何是好？陛下，臣以为当效仿先祖巡幸江南，暂避锋芒，待秦王之师集结，再图光复。对，巡幸正要去南地祭拜太祖陵寝。可是，朕若走了，这京城的宗庙社稷，还有历代先皇的实录，该由谁来守？你大爷的！别看我！陛下，起居舍人顾长安历经3朝，忠心耿耿。臣以为可留顾大人在京守护石窟，看顾宗庙。顾爱卿，你可愿意？许文远，你大爷！陛下，臣愿往江南随驾呀！臣这把老骨头离不开陛下呀！顾爱卿，史书是国家的脸面，不可有失。朕信任你，你留下来，替朕守着这大井的根。陛下，臣遵旨。但臣怕呀，臣怕那镇北王杀人不眨眼。不怕，见子佩如见朕。若叛军入城，你就说是朕命你留守的。你是史官，两军交战不斩来使，也不杀史官，这是规矩。臣领旨，臣就在这起居院等着陛下回来。好忠臣。终于走了。顾兄，咱们真被留下了，那咱们现在该怎么办？言之啊，你记住，流水的皇帝，铁打的史官，咱们手里握着的笔，就是咱们的护身符，而且，咱们手里可是有2副牌呢。走，回起居院。把门窗都关好，把那几本写着景武帝坏话的起居录都拿出来亮亮。明天咱们有大用啊！那不是要杀头的吗？明天杀谁的头还不一定呢。王爷，恶功已肃清，只是起居院那边似乎还有人。哦。李成坤跑路的时候，居然还留了人，去看看。天子守国门，君王死社稷，实笔如铁石，丹心照汗青，正在办公。有点意思。撞开！撞！大胆！见王爷不跪，找死吗？这就进来了，比我想的快了半个时辰。下官起居舍人顾长安见过王爷。你就是顾长安，听说你在先帝朝时就是个混子，怎么今日想充忠臣？下官不敢，
下官只是腿脚不好，跑不动，再加上先帝临终前给下官留了个念想，下官不敢丢。念想？那个昏君能留什么？不是建武帝，是先帝，王爷的皇兄景武帝。先帝曾留给下官一份东西，说是若日后朝局动荡，便让下官把这东西交给能定乾坤之人。打开。你在戏弄本王？不敢，不敢。先帝遗诏在此，朕北王接旨。朕观太子成昆性柔且优柔，恐难守城。若楚军乱，可清君侧，整朝纲，安社稷。若事不可为，可取而代之。此诏为何现在才拿出来？先帝说了，楚军不贤才能拿，但现在顾大人真乃国士也，忍辱负重7载，只为今日拨乱反正，本王必重赏。重赏就不必了，王爷若是真想赏，就让下官继续在这起居院待着吧。这里清静，离食堂也近。哈哈哈哈！好，顾爱卿淡泊名利，朕心甚慰。传令，先帝有遗诏，建武帝弃国而逃，不配为君。本王奉先帝之命，今日登基，改元景文。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可惜了这摊咸菜。顾兄，那诏书是真的？真的假的，重要吗？啊，重要的是现在的陛下觉得它是真的，那它就是真的。我等皆是这世间的看客罢了。建武7年夏，帝弃城难受，镇北王玄机入京，出先帝遗诏，众望所归，即皇帝位，改元景文。又是新的一朝啊！顾大人，这没法写呀！怎么就没法写了？南边那个吓破了胆逃跑的建武帝，在南帝城重新搭了个草台班子，天天隔着长江喊话，骂咱们北边的陛下是乱臣贼子。南边发了檄文，说今年是建武10年，咱们陛下这边说是景文3年。这史书上今年到底该叫什么年号啊？人无2日，民无2主。你在北边拿谁的俸禄，就写谁的年号。那南边那个呢？那是伪帝，是流寇。可是，南边那位毕竟是先帝亲宗的太子，正儿八经登过基的。咱们要是全盘否认，这前面7年的历史怎么圆？这确实是个技术活。承认建武帝的前7年，就等于承认现在的陛下是篡位。不承认建武帝，那这7年的国家政令、科举功名算谁的？顾大人，这怎么写都是死罪啊！顾大人，陛下召您御书房问对。得，说曹操，曹操到，带路吧。谁是曹操啊？顾爱卿，南边那个废物说朕是篡逆，你怎么看？陛下，此乃犬吠之音，何足挂齿？但朕担心的是后事。如今翰林院那帮府书说朕得位不正，朕想修饰，把那废物的7年抹掉，你觉得如何？陛下，
臣以为不可。哦，顾爱卿是觉得朕不配？陛下，您要抹去的是7年时光，是7年的国家政令，7年的科举功名，7年的数百万人真实活过的印记。顾长安，你是在指责朕？臣不敢指责陛下，臣是想问陛下一个问题。讲。陛下今日能抹去建武7年，他日若有新君得位，是否也能抹去景文年间？史书若成了任人装扮的玩物，后人看这段历史看到的究竟是真相，还是每一任胜利者精心粉饰的谎言？臣所图的从不是为建武帝翻案，臣所图的是让史书还能留有一丝公器的尊严。陛下若信臣，臣有一法，名曰革故鼎新。陛下若信臣，臣有一法，名曰革故鼎新。前7年仍记为建武年间，但要在每一件大事后加上奸佞当道之类的批注。到了建武7年，废帝弃城南逃，自绝于宗庙，天命转移，陛下奉遗诏登基，受命于天。如此一来，不仅保全了史书的连贯，更能彰显陛下拨乱反正的伟业。哈哈哈哈哈哈！顾爱卿，你这一张嘴抵得上10万雄兵啊！臣不敢，臣只是据实记录罢了。传朕旨意，封顾长安为弘文馆学士，专职修撰建武实录。朕要让天下人都知道，那废物是怎么把江山搞丢的。臣领旨。顾大人，出事了，出大事了！又怎么了？玄镜司抓人了。翰林院编修陈子昂因为写了一首怀念江南的诗，被说是心怀雇主，意图谋逆，全家都被抓进诏狱了。听说还要株连。顾大人，这是晚辈自酿的桃花酒，还求您指点一下书法。这帮鹰犬抓人都不看黄历的吗？现在正是陛下要树立正统形象的关键时刻，大兴文字狱是下策。顾大人，您不去救救？您现在可是陛下眼前的红人。救？怎么救？去劫狱呀！这怎么办啊？算了，吃了人家的酒，总得干点人事。昔日南地游，烟花满皇都，如今隔江望，泪湿青山孤。言之，这就是陈子昂那首反诗。对，一首思乡诗被玄镜司理解反诗。顾大人，那咱们怎么办？你去找玄镜司指挥使，就说这诗我也看过，当时还点评了一句。把这个给他看。此诗乃讽刺伪帝偏安江南，沉溺烟花，致使忠臣孤泪，此乃忠君爱国之作。顾大人，这也行？去吧，记得跟指挥使说，这是修建武实录时选的反面教材配诗。大人，人放出来了，丢了官，但命保住了，正在院外磕头谢恩呢。我不见，酒也退回去，带句话给他，以后写诗就写点风花雪月，别碰政治。是。这史书真是半点不由人呐。建武帝自焚谢罪，伪相许文远被擒，押解回京。统一了，这意味着又要杀一批人了。顾爱卿，臣在。
许文远那个老贼，你去赵狱看看。真要让后世的人都知道他临死前的丑态。臣遵旨。顾大人，怎么来看老夫的笑话？许相，吃点吧。你是来看我笑话的，还是来替李玄机那个匹夫写绝命词的？许大人，咱们认识也有20年了吧？23年，那时候你的文章犀利至极，本以为你会仕途亨通，却没想知天命年，你不过是个6品起居舍人。许大人当年意气风发，要做大景的管仲乐毅，如今怎么落得这步田地？李玄机不过是运气好，若是当年我不劝先帝南逃，若是你能死守京城，说不定你还是那个1人之下万人之上的许相。是啊，一不错步不错。顾长安，你赢了。我没赢，我只是没输。没输就是赢。我争了一辈子，算计了一辈子，结果呢，到头来一场空。许大人，上路前还有什么话想留下的吗？你就写许文远贪权误国，死有余辜。但我有一句话，你不用记在书上，只记在心里。许大人，一路走好。景文5年冬，伪相许文远伏诛，天下大定。顾大人，你这副与世无争的面具下藏着东西。你不是在熬日子，你是在熬人。皇帝换了，戏也唱完了，能安稳一段时间了。老爷爷，你是谁呀？哎呦，我的太子殿下，您怎么跑到这儿来了？殿下快走，这起居院阴气重，可别冲撞了您。殿下，臣是这儿的看门老头，这栗子甜给您尝尝。谢谢老爷爷，你胡子好白呀，一定活了很久吧？是啊，活得有点久，久到可能还要看着殿下长大，看着殿下登基。那老爷爷要一直活下去哦，等我当了皇帝，封你做大官。好啊，那就谢谢殿下了。老爷爷，再见！新的轮回又开始了。唉，又是一招啊！各位爱卿，猎杀时刻到了！陛下威武！顾大人，您这腿脚还遭这罪来围猎做什么？陛下说，老臣是3朝元老，是祥瑞，没老臣镇场子，怕压不住煞气。看剑！好，
举神威，郑国公威武，威武，威武！老雷呀，老雷，功高震主可是要命的。顾爱卿，依你看，郑国公这剑法比之当年的朕如何？陛下说什么？风大，老臣听不见。这老货聋的真是时候。好，都赏。我和陛下在漠北，那是何等快活！那时候没这么多规矩，陛下还抢过我的鸡腿吃呢。多亏了爱卿，朕才能有今天。那可不，这大景的江山有一半是俺打下来的。哎呦，顾老头，你瞎呀！郑国公一半江山，你是想和陛下平分天下吗？老臣该死，老臣眼花，老臣这就自罚3杯。今晚不管听见什么动静，都不许出去，也不许点灯。顾大人，会出事。猎场不仅能猎兽，也能猎人。狡兔死了，走狗也就该下锅了。郑国公雷万钧谋反，意图行刺陛下，御林军护驾。谋反，哼！但历史不需要真相，只需要结果。顾爱卿，昨夜雷逆谋反，幸得御林军拼死护驾。这事儿你看怎么记？想不到郑国公竟是如此狼子野心之人，亏陛下对他恩重如山，此等乱臣贼子，人人得而诛之。景文12年秋，郑国公雷万钧恃功骄横，怀怨谋逆，夜袭御营。帝神武率卫击之，诛雷逆于辕门。陛下，这样记可否？顾爱卿果然是懂吾知彼。既然雷逆已诛，那他在京城的同陛下，雷逆既死，愚者不如流放岭南，给陛下积点善德。罢了，就依爱卿所愿。顾老，你慢点喝。陛下还在练那玩意儿，殿下没劝劝？父皇最近连奏折都不批了，天天跟玄阳子在万寿宫里炼丹。前儿个张御史去劝谏，被父皇打烂了嘴，扔出午门。宣弘文院学士顾长安万寿宫觐见。得，轮到老夫了。陛下，顾爱卿，这是刚炼出的龙虎丹，朕想赐给你一颗。陛下，老臣服薄，这等仙丹只有陛下这真龙天子才配享用。罢了罢了，真是烂泥扶不上墙，朕自己用。好，朕感觉身体里有火在烧，要飞升了。顾爱卿，快记！景文18年冬，地服仙丹身轻如燕，即将位列仙班。师傅，陛下这是怎么了？这是排毒，对，排毒，听过去就成仙了。快去请太子殿下。顾老，父皇这是……陛下龙具宾天，殿下节哀。国不可一日无君，还请殿下早做决断。还有这些，殿下觉得该如何处置？全部杖杀！以后谁再敢提炼丹，诛九族！老臣遵旨。又结束了一个时代啊！言之啊，哎，顾大人，明天新皇登基，记得早点起去占个好位置。顾太傅，朕特意让御膳房熬的。陛下，
老臣虚不受补啊！哎，顾老这是哪里话？朕还指望您活到100岁，看着朕治理天下呢。来，张嘴。顾老，朕还有一事相求。朕打算重修大景会典，汇总3朝典章制度。朕想请顾老担任总草官，工期嘛，朕算过了，大概需要20年。20年，陛下，老臣怕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啊。最近老臣时常感觉头晕眼花，提笔忘字，有时候连颜值的名字都叫不出来。是啊，陛下，顾兄昨晚还把墨汁当酱油喝。顾老，莫要推辞。太医说了，您这是劳累所致，调养调养就好了。朕这就下旨，派3个太医常驻起居院，12个时辰轮流伺候您。派太医常驻，那我怎么卸妆？怎么偷吃肉？这跟坐牢没两样啊！哎，不行，这地儿没法待了。这皇帝太粘人了，再这样下去，我迟早露馅儿。顾兄，你这腿脚还挺利索。言之啊，这是回光返照了，你不懂。言之，在。我那口棺材油漆刷好了吗？顾兄，好端端的说这个做什么？太医都说您身体硬朗。硬朗个屁！人这一辈子就像这槐树叶子，该落的时候就得落，赖在树上不走算是怎么回事？顾太傅，快传太医！陛下，顾太傅脉象大乱，已是油尽灯枯之象啊！顾老，言之啊，这是我家那地窖的钥匙，里面的咸菜，还有女儿红，都留给你了。顾兄，你别说这种话，你会好起来的。我这一辈子送走了许文远，送走了雷婉坤，送走了3位皇帝，现在终于轮到我自己了。你醒了。我死后，别让陛下搞什么厚葬。顾兄，顾兄！传朕旨意，罢朝3日，举国哀悼。承德3年春末，3朝元老，弘文馆大学士，起居舍人顾长安薨，享年60有9。消息传出，京城缟肃。这床板有点硬啊，王延之这哭声也太大了，吵得我脑仁疼。陛下怎么还不来？赶紧走完程序，赶紧把我埋了啊！一直躺着不动，还真挺累的。败家崽儿啊，放这么多金子干什么？压得慌！而且这不摆明了招贼吗？还好我那墓室设计的够结实，还提前留了后门。太傅一生，鞠躬尽瘁，两袖清风，封土。开弓。有钱能使鬼推磨，古人诚不欺我。
既然陛下这么大方，那我就客气了。再见了，顾长安。爽，够我逍遥几十年了。去江南吧。听说江南的姑娘漂亮，点心精致。再见了，大景的皇帝们。我先去歇会儿，等过个50、60年，要是这大景还在，我再换个名字回来看看。言之，这咸菜配方我写在背面了。官场混不下去就卖咸菜，包你发家。别太想我，活好自己。顾长安绝笔。上回说到，镇北王兵临城下，满朝文武皆欲降，唯有那顾太傅手捧先帝遗诏，独坐起居院，面对10万铁甲，蓄发结账，大喝一声：“大景江山在此，谁敢造次？”须发接章，这编的也太离谱了。兄台，你也被顾太傅的英姿震撼到了吧？是啊是啊，听说顾太傅一生清贫，死后关中只有一部起居注手稿，真乃高风丽节。顾太傅确实是两袖清风，可惜天不假年，若太傅能再活20年，这大景的盛世定能更上一层楼。再活20年，饶了我吧。这位兄长，在下初到扬州游学，想寻一处清静的宅子落脚，不知可有推荐？绿柳巷倒是个好去处，环境雅致，只是价格颇贵。多谢指点，今日这茶我请了。每次换一个身份，就得重新认识一批人。开始的时候还会记得他们的名字、长相、说过的话，后来朝代多了，人也就混了。所以我才爱听戏，台上的人演完了就谢幕，台下的人哭完了就回家，可我谢不了幕。行了，不矫情了，明天还得去菜市场跟卖豆腐的大婶讨价还价呢。狡兔3窟，这便是第2窟。愉快的躺平生活开始了。不吃酱菜，爱酱菜，正宗京城风味儿，百年老房嘞。这长相，简直和王延之年轻时一模一样。老板，你这酱菜是京城来的？客官好眼力，这可是京城顾太傅家的传家秘方。顾太傅还懂这个？那当然，这叫龙兴之菜。行，给我来2斤。少废话！这个月的保护费50两，拿不出来，今天就砸了你的摊子。少爷，小人这是小本生意，实在拿不出那么多钱啊。那卖咸菜的死胖子，明天要是再不给钱，谁？那卖咸菜的是我罩着的，这次只是警告。那胖子是顾太师至交之子，明日带50两银子去赔罪。若是不去，下一次这石子打的就是你的天灵盖。昨天是小人有眼不识泰山，顾大人已经教训过我，您就大人不计小人过，放过我吧。这是顾太傅显灵了，一定是顾太傅在天之灵保佑我们王家的。承德10年秋，帝宫闱不和，太子监国。那小皇帝执政10年，也要撑不住了。传家，去苏州吧。李兆荣终究是没熬过那个秋天。之后，太子李琦继位，改元龙羌。李兆如驾崩后，大景继位的几个皇帝，一个比一个奇葩。做木匠的，斗蟋蟀的，最后出了个爱修仙的。最后，北方的黑水军趁势南下，大景皇室再次难逃，在半道上被权臣截杀。
乱世持续了10几年，最终由一位姓赵的将军平定四海，定都邺京，建国号为大魏。这60年来，我自由是自由，可每天睁眼就是混日子，真没劲。人啊，就是贱，在朝堂想江湖，在江湖又想朝堂。看来我骨子里还是喜欢看人斗心眼子。大魏招揽贤才，听说俸禄挺高，食堂伙食也不错。决定了，重新入仕，去看看这新的一朝。来个前程。要什么样的前程？干净的，经得起查的，家道中落，苦读多年，性格孤僻，无亲无故的读书人。蜀中人士，老举人一个，半年前赶考路上染病身亡，尸体被野狗吃了。彭玉岩，古人还有叫这个名字的，好名字，适合我。如今科举还兴八股吗？八股，大魏早就改考策论了，怎么还想考个状元？状元算了，考个倒数第一，混口饭吃就行。大魏，邺京，不知道那里的风是否还像当年一样喧嚣。这位仁兄请了，在下江南柳如风来参加恩科，仁兄气度不凡，准备了什么文章？蜀中彭玉岩来碰运气，准备了篇《养猪论》。养猪，民如猪羊，养肥了才能减毛，饿瘦了就要咬人，此乃治国之道。当年北蛮入侵，景武帝没杀俘虏，反将首领放回，送了一车种子农具，那部落自此再未犯边。德非虚也，乃利之所趋。给活路，即是德；断活路，即是暴。以德服人者，非不杀，乃杀其心，活其命。中了！我中了第38名！1甲太显眼，3甲太掉价，2甲中错，完美。入了我督察院，就要有3颗心：公心、铁心、狠心，皇亲国戚，有错就咬住不放。下官明白，下官这就去街上看看，哪家王爷的马车违章停车。孺子可教。如今这朝中，那肯定是当朝国舅曹德书最贪。曹德书不仅是太后亲弟，还握着北军粮草大权，虽贪财跋扈，但从不碰军权底线。7品芝麻官上任，第一天就喷皇帝的钱袋子和亲舅舅？不行不行，这就不叫清流了，叫智障。半月前，皇帝穿了件打补丁的龙袍，结果现在上书翻旧衣，侍郎减薪酬缝补丁，破烂长衫价格翻了100倍，荒唐，实在荒唐。臣闻先贤治世，在安民足食，不在衣冠之弊。今陛下依补丁以示节俭，然天下效仿，成何体统？上有所好，下必甚也。陛下洗旧衣，百官竟毁新衣以补之。新卷滞销，商贾闭门，织女泣血，农夫断头。陛下以一身之为俭，夺万民之生计，此乃人君所为乎？劝皇帝穿好点，吃好点，这可是最安全的进谏。哪有暴君会因为臣子劝他享受而杀人的？
好戏开场了。一群年俸千两的高级官僚，生生打扮成了高级乞丐，这新朝的比前朝还精彩。有本起奏，无本退朝。诸位爱卿，可还有本要奏？臣，督察院监察御史彭玉岩有本起奏。臣弹劾圣上，虚沽名誉，败坏朝纲，夺万民之生计，大胆狂徒，竟敢御前咆哮，污蔑圣上！来人，拉出去廷杖！慢着。朕自登基15载，克勤克俭，自问无愧于天。今日你若说不出个所以然来，朕定斩不饶。臣闻先贤治世，在安民足食，不在衣冠之弊。天子衣衫褴褛，外班使臣入朝，岂不笑我大魏国库空虚，无容人度量？今陛下依补兵以示节俭，然上有所好，下必甚也。百官皆穿旧衣。新捐滞销，商贾闭门，织女泣血，农夫断炊。陛下，您这哪是节俭？您这是在给大魏的纺织业搞降维打击啊！降维打击何意？臣曾在西域古卷中得见一词，以为以高魏之力碾压低魏之民。陛下穿破衣，百官穿更破的衣，百姓便无衣可穿，这就是高魏碾压低魏。你继续说。陛下以一身之为俭，夺万民之生计，此乃人君所为乎？陛下欲杀臣以塞天下人之口，臣九死其犹未悔。但求陛下换上新衣，救天下之功于水火。有最刚烈的姿态，拍了最硬的马屁，我怎么就没想到？好一个彭玉岩，骂得好！朕久居深宫。只图一己之虚名，却不知民间疾苦，险些害了天下之功。来人，给朕换新衣！传朕旨意，自今日起，百官按品着装，不得故意毁坏官服以邀虚名，违者降级留任。陛下圣明。彭玉岩，你直言敢谏，朕赐你织锦10匹，白银100两，擢升正6品殿中侍御史。朝堂之上，御史可直接发声。臣叩谢天恩，陛下虚心纳谏，闻过则改。实乃万世明君之典范。彭大人，留步！彭兄今日在朝堂上慷慨陈言，直言斥君，下官佩服得五体投地。尽言官本分罢了。实不相瞒，下官手中握有权臣曹德书强占命田、饲养死士的铁证。今日见彭兄抵了功，下官决定将此物交与彭兄。明日早朝，请彭兄出面。弹劾那国贼！我刚拿到安全稳妥的免死军牌，你这愣头青反手就让我去炸火药库？胡闹！曹德书之事，你以为陛下不知道？如今北境未稳，太后尚在，朝局牵一发而动全身，打蛇不死，反受其害。做言官，不能只凭一腔热血。彭兄的意思是，真正的清流，要懂得在最关键的时刻，给出致命一击。彭兄深谋远虑。是下官太年轻，险些坏了大事。无妨，往后在朝堂多看多学，少说话。去吧。好险，差点被这愣子拖下水。新朝堂确实比前朝有意思。得去城南太白楼吃顿好的，庆祝本大人的新马甲，完美首秀。当这大魏第一清流其实不难，只要守住3不喷原则。手握兵权的不喷，党争核心的不喷，皇帝私生活不喷，这日子就能过得相当滋润。光禄司卿送的这润喉茶，果真是极品。你看看这个，云州灾情竟严重至此，朝廷拨了30万两赈灾银，到云州知府手里只剩不到5万两。那负责调拨的户部尚书，正是曹老贼的嫡系门生。云州百姓一子而食，他曹家却夜夜笙歌。明日大朝会，我定要死戳曹德轩这个国贼，还请龙兄助我一臂之力。如风，你胡
糊涂！彭兄，难道你也怕了那曹老贼？我怕，我何曾怕过死？但你可知，这朝堂牵一发而动全身，北面黑水残部陈兵边境，南面藩王拥兵自重，晋军的粮草全靠曹家在后方调度。你若此时逼得曹党狗急跳墙，夜惊大乱，受苦的还是天下苍生啊！那怎么办？那怎么办？难道我们就只能眼睁睁看着云州百姓饿死，看着贪官逍遥法外？当然不是。你看这个，西域思若国进贡的白虎，踏雪玉狮子，日耗10斤。一个畜生，吃的比朝廷3品大员还要好。云州灾民一子而食，皇家院为遗兽独享高粱，这就叫借题发挥，争夺大义。彭兄的意思是，直接弹劾曹党，我们没有真凭实据，那就是党争；但弹劾太仆寺奢靡，这叫为民请命。陛下只要下旨削减上林苑开支，就等于定下了勤俭的调子。曹党若不跟着吐出银子，那就是抗旨不遵，这叫用魔法打败魔法。彭兄之志如渊如海，下官自愧不如，但魔法又是何物？这是我在一本古书上看来的西域词汇。好了，别管这些。明日大朝会，你不要出力。触怒龙颜，得罪权贵的事，让我来做。彭某若被打死在大殿上，大魏清流就靠你支撑了。彭兄，云州灾荒我管不了，曹德叔我也忍不起，但弹劾一只老虎，那绝对稳赚不赔。皇帝总不能为了个宠物杀直臣，曹党见我只盯着畜生，也会放松警惕。陛下，国库实在无银啊！臣已经尽力调拨，可云州的灾情实在是无底洞啊！国库无银，难道就看着灾民等死吗？臣督察院殿中侍御史彭玉言有本启奏。彭御子，你又有什么本要奏？臣弹劾太仆寺卿奢靡误国，弹劾上林苑妖兽祸乱朝纲。彭玉言，你休要血口喷人！那白虎乃是西域贡品，祥瑞之兽。放屁！云州小儿无草根可食。上林苑白虎非精肉不厌，日耗10斤，月末300，说它是祥瑞。臣请陛下斩太仆寺卿，诛杀白虎。陛下若执意护此畜生，臣今日便撞死在这太和殿的盘龙柱上，血气轩辕！快，拦住他！昏君误国呀！妖兽吃人了！彭玉言这是在给朕递台阶，把赈灾款亏空转移到了这只老虎身上。彭御史骂得对，是朕久居深宫，只图欣赏异兽，忘了挨饿的子民。传朕旨意，上林苑白虎改为杂使，太仆寺卿罚俸半年。陛下圣明。户部在3日内必须再挤出10万两银子送往云州。另外，京城5品以上官员，每人捐俸1月，充作赈灾之用。臣等
遵旨。好。彭御史年纪不小，火气还这么大，一头畜生而已，何必动气？国舅见笑。下官这个人脑子轴，只认死理，眼里揉不得沙子。不管他是畜生还是人，只要浪费民脂民膏，下官就得见。好一个只认死理！大魏有你这样的孤臣，是陛下的福气。一个脑子轴认死理的清流。这种人虽然讨厌，但不构成真正的政治威胁。无名无姓，看来是曹党送来的。贪官的钱不拿白不拿，老参和茶叶收下。至于这紫云宴，太显眼了，明儿个找个机会当众把它摔了，还能再刷一波清廉的名声。做官真是一门艺术，这大魏的乐子才刚刚开始呢。云州大旱，国库亏空。可朕听闻，朝中竟有官员借分忧之名结党行私，以民脂民膏化作奇珍异宝，四处钻营。臣督察院殿中侍御史彭玉岩有罪请死。彭御史，你何罪之有？臣罪在瞎了双眼，竟让贪赃枉法之辈以为我彭玉岩也是可以被收买的国贼。昨夜有无耻宵小将此等价值千金的紫云古宴，连同一封无名信置入臣的纸坊院墙，暗示臣闭嘴，休要再提国库亏空之事。臣虽出身寒酸，但骨头是硬的，心是干净的。混账！竟敢在朕的眼皮之下贿赂御史，给朕彻查！陛下，不必查了。臣只知，宁可玉碎，不为瓦全。沾满了灾民鲜血的安葬之物，留在大魏朝堂，便是脏了这片青天。大魏清正之风，当从今日岁宴始。遂无死证，既表了忠心，又没直接点名曹党，还捞了个道德金身，这千两白银砸得值。好一个宁轴不弯的孤臣！好一个宁可玉碎，不为瓦全！传朕旨意，赐彭玉岩御用松花使宴一方，公断10匹，御酒3樽。臣不要金银，只要御宴在案。臣每日以此宴显难章，便如陛下亲临，必叫那些贪官污吏无处遁形。这彭玉岩太懂得如何操纵人心了。启奏陛下，北疆急报，黑水部叛王拓跋宏纠集10万铁骑突袭苍狼关，守将战死，关口失守，敌军前锋已逼近幽州。混账！2万精兵驻守天险，竟然一夜之间被破关。陛下，苍狼关已失，幽州若丢，邺京无险可守。当务之急是立刻调遣上将，统帅京城北大营10万禁军，火速驰援幽州。依国舅之见，何人可担此重任？臣举荐神武卫大将军曹景，曹景文武双全，定能退敌。陛下不可！曹景乃是国舅亲侄，从未上过战场，怎能担此重任？放肆！曹大将军熟读兵书，乃是将门虎子。曹家这是想趁机夺取京城最后的10万禁军的兵权。彭玉岩，朕现在需要你替朕顶回去。老天爷，这可是军权！我要是直接反对曹家，那就是嫌命长了。可要是不说话，刚立起来的道德金身就保不住了。一定有将军之后。
都给我住口！国家危难，强敌扣关，你们不思如何退敌，竟然怀疑朝廷的忠臣良将。彭玉岩吃错药了，怎么突然帮曹家说话了？陛下，臣以为国救乃是深明大义之举。世人皆知，幽州此去九死一生，曹家却主动请缨去这修罗战场。陛下，10万大军开拔，军需粮饷何止100万？若强行征派，必动摇国本。但是，曹大将军既为保家卫国，曹家又怎会眼睁睁看着朝廷为军饷发愁？臣方才听到曹国舅说愿捐银300万两，充作出征的军需粮饷，绝不让国库掏一分一毫。你胡说八道，老夫何使？国舅高义，曹家高义。臣代幽州百姓，带10万禁军将士，谢过国舅爷大恩大德。国舅此举，必将名垂青史，万古流芳。陛下，臣恳请立曹景为镇北征伐大都督，并在邺京城外为曹家立精忠报国牌坊，让天下人皆知曹家倾家产、毁家纾难的千古忠义。好，国舅高义，朕心甚慰。准奏，封曹景为镇北征伐大都督，即日统兵北上。朕赐国舅免死金牌一面，加封太子太师，累时记功，昭告天下。老臣叩谢皇上隆恩。曹家定当肝脑涂地。退朝。彭兄，下官实在不懂，你今日为何主动帮曹家夺取兵权，还逼国舅捐银？刘老弟，做清流不要总想着拼命。给奸臣戴一顶他摘不下来的高帽子，比拿刀砍他还致命。这叫精准扶贫。精准扶贫？老爷，为了凑齐这300万两，咱们府上的现钱可见了底了。还剩多少？下个月怕是连丫鬟家丁的月例银子都发不出了。发不出就遣散！天杀的彭玉岩！老夫纵横朝堂30年，竟被一个酸儒用几句漂亮话挖去半条命。伯父何必动怒？这300万两换来的可是10万禁军的兵权。等侄儿北上大破黑水蛮夷，北疆的岁赋还不都是我们曹家说了算？你从小斗鸡走狗，连死人都没见过，拿什么破敌？伯父未免太长他人志气，灭自己威风。我手握10万装备精良的禁军，那黑水部不过是一群骑着瘦马的游牧蛮子。你给老夫记住，到了幽州不可贪功冒进，遇敌让副将去打，你只管坐镇中军。守住3个月，黑水部粮尽自退。若是败了，我曹家便万劫不复。侄儿绝不动曹家威风。彭兄，大喜啊！刘老弟，大呼小叫的，出什么事儿了？彭兄，你之前教导下官精准扶贫，下官误了。下官昨夜联合国子监和10几位乡绅赶制了万民伞和一块金丝楠木匾额。你干什么去了？敲锣打鼓的送去曹府了。杀人诛心啊！这主意你自己想的？如何？
只要万民伞一送，他要是反悔，百姓的唾沫星子也能淹死他。高，实在高。刘老弟，你赶紧回去交代后事吧。啊！你把曹家逼到死角了。曹德叔那老狐狸，能咽下这口气。听我的，这几日你告病在家，等曹景开罢了，你再出来。下官明白。曹国舅毁家续难，大为忠骨。曹家高义。老爷，外面的学生说了，老爷若是不出来接伞，他们就跪在门口不走了。欺人太甚！这是在逼老夫，这是在用全天下的悠悠之口把老夫生吞活剥啊！老爷，咱们该怎么办？开中门，取老夫的朝服来。诸位，老夫愧不敢当啊！曹家世受皇恩，出点黄白之物，算得了什么？国舅若受之有愧，天下还有谁当得起这忠骨二字？既是名义，老夫厚颜收下了。诸位放心，老夫定当勉励曹景，痛击蛮夷，绝不辜负天下期望。洪玉言，这笔账，老夫记下了。传话给曹景，不惜一切代价把兵权给老夫握死。今日之辱，老夫要他们100倍、1000倍的还回来。纸上谈兵的赵括，带着养尊处优的少爷兵，去塞外打马背上长大的嗜血蛮夷，10万大军，不知3个月后，几人能活着回来？该回去写折子了。彭御史，大军才刚出征，您又要写什么折子？写祭文。彭兄，曹大将军连战连捷，现在深入草原，欲将黑水残部一网打尽。看来我们之前是错怪曹大将军了。深入草原，一网打尽，我看那叫肉包子打狗。算这日子，也该差不多了。幽州失守，8万里加急，开城门！城下何人？统领基地，快开宫门！陛下，败了，全败了！曹景深入草原中伏，晋军全军覆没，他丢下大军，带骑兵逃跑，幽州失守。黑水可汗拓跋宏正亲率5万铁骑直逼冀州，若冀州再破，镊境便无险可守了。混账！这就是你给朕举荐的良将，10万精锐全都埋骨草原，朕要诛你9族！陛下开恩，太后身子骨弱，受不得惊吓呀。臣彭玉言有本启奏。彭玉言，你要替曹家求情？陛下，
10万英魂泣血，此乃大魏开国未有之奇耻大辱。但臣今日不弹劾大都督曹景，亦不弹劾国舅曹德书。世人皆知，国舅为抗击蛮夷，散尽家财，可曹景贪生怕死，临阵脱逃。国舅此刻也为曹家出了如此不孝子孙，痛心疾首啊！臣恳请陛下将那玷污曹家门楣的逆贼曹景处死，夷其3族。唯有如此，方能洗刷国舅的污名。臣是在替国舅求一个大义灭亲。你，彭于晏，你！传朕旨意，逆贼曹景临阵脱逃，着玄镜司即刻北上，将其所拿进京处死，家产抄没充军。曹德书念其年事已高，且有毁家疏诞之功，免其死罪，夺去官爵，软禁府中，非诏不得出。曹家倒了，朝堂洗牌，不过幽州的烂摊子。皇帝，你接下来打算怎么想？彭大人，听说那黑水蛮子顿顿要吃人心肝，您怎么还不跟着大人们往南边躲躲？躲？当年大景朝的皇帝也觉得往南躲能活命，结果呢？大好河山拱手让人，自己落得个自焚的下场。跑不掉的。走了，去上朝。今天这早朝，怕是要吵翻天喽。说话呀！平日里争权夺利，一个个能言善辩，现在大敌当前，都成了哑巴。陛下，叶军城内如今只剩2万新兵，臣恳请陛下暂且南巡，退守江都，以平中江天险，从长计议啊！臣等恳请陛下南巡。放屁！一群贪生怕死的国贼！王尚书，你读了一辈子的圣贤书，就学会了临阵脱逃。叶京乃我大魏龙脉所在，太祖陵寝所在，弃守叶京就是掘祖坟、断脊梁。敌军10万铁骑不日便至，难道要陛下和满朝文武陪着这座城玉石俱焚吗？陛下，太祖立国遗训，不和亲，不赔款，不割地，不纳贡。天子守国门，君王死社稷。你疯了！幽蓟百姓还在望着邺京，若陛下今日南巡，天下百姓的最后口气就散了。陛下若执意南逃，臣绝不苟活。今日便撞死在这太和殿上，用血洗刷这满朝的耻辱。陈柳如风，愿追随彭大人。陛下若南巡，臣亦撞死于此。臣等愿与邺京共存文王。臣哪儿也不去，就在邺京死守。再有言南巡者，形同此案，杀无赦。彭爱卿铁骨铮铮，一语唤醒梦中人。只是，如今兵危将寡，谁能替朕统帅残兵，抵挡那10万虎狼之师？偌大一个大魏，竟无一人敢战吗？陛下，臣保举一人，或可保邺京不失。此人是不懂尊卑的狂徒，更是曾在先帝陵前指着陛下鼻子破口大骂的罪臣。是被朕褫夺爵位、发配南岭养马的废将楚烈。楚烈藐视皇权，年老体衰，且离京10余载，哪里懂得当今兵法？彭玉岩举荐此等罪人统帅大军，居心叵测。王尚书说的对，楚烈就是个罪该万死的狂徒，是个不忠不顺的老狗。陛下，正因为楚烈老迈昏庸，罪孽深重，臣才举荐他。如今城中新兵士气低落，
那些爱惜羽毛的将领定会畏缩不前，甚至弃城而逃。但楚烈不同，他是个不要命的疯子。他唯一想要的，就是一个能让他痛痛快快战死沙场的机会。他若战死沙场，那是死得其所，陛下还能落个宽宏大量的好名声。他若侥幸守住，战后依然是罪臣，陛下要杀要剐，不过是一句话的事。这叫驱虎吞狼，废止利用。楚烈是孤家寡人，在朝中毫无根基，确实最好控制。用完以后，一杯鸩酒足矣。好，即刻800里加急前往南陵，封楚烈为平北讨逆大将军，赐尚方宝剑甲节钺，统帅邺京及周边所有兵马，全权负责京师防务，7日内必须赶到，若有延误，力斩不赦。臣等遵旨。楚烈，15年前你骂皇帝时，我就听说过你。今天我可是给争取了赴死的机会，可不要让我失望。开门！彭兄，大事不好了！城外30里发现黑水游骑，拓跋宏的大军最晚明晚兵临城下，可楚烈将军连个鬼影子都没见着。陛下今日在内阁摔了3个茶盏，说楚烈若是不到，就把我们言官统统拉去田城壕。慌什么？吃个红薯，压压惊。彭兄，这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吃得下？我们是文官，黑水蛮子杀进来，你站在城头上骂他们不知礼义廉耻，他们能退兵？自然不能。那不就结了？打仗是武将的事，急也没用。可楚烈要是真的不来呢？他毕竟快70了，南岭到邺京、山高路远，会来的。只要这身官服一天没脱，我们就是大魏的脊梁。脊梁若弯了，这城都真破了。彭兄教诲，小弟铭记在心。大不了就是一死。英雄迟暮，却能爆发出惊天一击的绝地反击性，我可最喜欢看了。报，启奏陛下，楚烈将军到了。人呢？在何处？楚将军已经到了承天门外，只是他拉了一口黑漆大棺材，说要抬棺面圣，让他把棺材留下，滚进殿来。这出场方式够劲的。罪臣楚烈奉诏。大胆楚烈，见君不跪，还拉棺材冲撞宫闱，你眼里还有没有陛下？陛下，那口棺材是老夫给自己准备的，老夫这次来就没打算活着回去。只要老夫还有一口气在，黑水蛮夷休想踏进承天门半步。来人，取尚方宝剑赐予楚大将军。一把破铜烂铁，老夫不要。楚烈，你这是何意？陛下给老夫2万新兵，3万民夫，老夫认了。但老夫不要尚方宝剑，这玩意儿战不了那些脑满肠肥的国贼。老夫进城时看见官员的家丁赶着车往南城门跑，前方的将士在拼命，他们在后方挖大魏的墙角。老夫要的是专断之权，先斩后奏之权。大敌当前，不论是谁，
敢违抗军令私讨出城，扰乱军心者，老夫有权不问于有，就地正法，力斩无赦。陛下不可呀！给一个疯子先斩后奏之权，朝廷法度何在？臣等危矣啊！白痴，这么直白的要杀人的权利，哪个皇帝敢给你？一派胡言！楚烈，你这个无耻老贼！你被贬南岭15年，心里能没有怨恨？你拉着棺材来，真当大家是傻子，以为你是来表忠心的吗？不，他是想借着守城的名义公报私仇，泄他一己私愤。陛下，彭御史说的对啊，这疯子就是要公报私仇。但正是因为这老贼心中有怨，臣才恳求陛下答应他的要求。彭玉言，你这是何意？陛下，如今叶京危在旦夕，我们现在最需要的是一把锋利的屠刀。楚烈想杀人立威，更好。陛下赐他专断之权，让他去当那个得罪全天下人的恶人，去杀那些临阵脱逃的废物，这叫恶人自有恶人磨。等他用权贵的血镇住了军心，等到叶京之围解除，到时候陛下大可下旨将这老贼严惩，以为被他诛杀的大臣在天之灵。陛下赐他权力，让他去当这个替罪羊。当着我的面说这些，好一个替罪羊！用他的手杀人，最后再杀他凭名称，妙极！楚烈，朕赐你先斩后奏之广职权。邺京城内3品以下文武官员，凡退缩不前、动摇军心、私自出城者，皆可一剑斩之。老臣领旨谢恩。接下来就尽情地去杀吧。老李头，这是要往哪儿逃啊？彭大人，你怎么还在这闲逛啊？城防营的军爷说城守不住了，大家都跑了，你也赶紧逃命吧。出了这高墙，外面全是蛮族的游骑。你推着车，带着老婆孩子，走不上30里就会被杀得精光。那留下来不也是等死吗？给我下碗馄饨，多放醋，多放辣。吃完这碗馄饨，夜间城的规矩就该变了。开门！老子是奉了朝廷命令，出城运送紧缺药材的。陛下昨日下了死命令，九门封锁，任何人不得出入。1万两银票购买你10条贱命了！再不开门，老子身后上百名护院可不是吃素的。开上门。我当是谁？原来是被发配南陵养马的废将。老子是礼部尚书王林的亲弟弟。你个老匹夫，敢动老子一根汗毛试试？吾乃平北讨尼大都督楚烈，奉旨接管邺京9门防务。陛下有旨，凡3品以下官员，皇亲国戚、商贾平民，吾本都督手令，敢撕开城门、临阵脱逃、扰乱军心者，杀无赦！拿把破剑吓唬谁呢？老子今天就走，看你能奈我何！拔刀者以谋逆论，诛9族。传我军令，把城门焊死，敢靠近城门半步者，格杀勿论。将所有企图逃跑的官员家属全部押入大牢。这些马车上的金银粮草全部充公，运往北大营，临阵退缩，撕开城门，按大魏军令当斩。大都督饶命啊！在这座城里，从现在起，只有一种声音，那就是老夫的军令。不怕死的，尽管来试。老李头，面粉别收了，明天多备点肉馅。这城里的人暂时跑不了了，人跑不了就得吃饭。看来
明天本官又得大发神威，给楚大都督保驾护航了。不知道的还以为大魏昨晚就亡了。陛下，楚烈老贼丧心病狂，老臣胞弟王森不过是想出城为将士们筹措御寒衣物，竟被那老贼当街斩首。陛下，楚烈封闭九门，将臣等商队悉数扣押，几百万两财物洗劫一空。此贼不除，我无宁日。恳请陛下褫夺楚烈兵权，将其处死。恳请陛下严惩恶贼。这帮混账，国难当头，只想逃跑，杀了也是活该。可如今满朝文武逼钩，若硬保楚烈，朝堂今日便要瘫痪。若杀了楚烈，谁来替朕守城？王尚书，荒唐！简直是荒天下之大谬！亏你饱读诗书，掌管天下礼仪，你这番话，简直把大魏读书人的脸丢到九霄云尾去了。彭玉言，我胞弟惨死，你还敢说风凉话？我看你就是楚烈的同党！我呸！楚烈不过是被贬的罪人，用完即弃的屠刀，本官岂会与他结党？陛下，臣今日要弹劾楚烈，弹劾他擅杀无辜，惊扰忠良。彭爱臣，你既知楚烈残暴，为何昨日又替他要权？陛下，臣今日不是替楚烈说话，臣是在替王尚书说话，是在替满朝的忠臣良将说话呀。王大人，你弟弟王森是忠义之士啊，他深知朝廷最缺什么，是钱，是粮，是固守邺京的军资，所以他肯定是在王尚书你的授意下，散尽了王家世代积累的几十车真金白银。他拉着马车去宣德门，是为了逃跑吗？不，你们都错了。他是想把白银亲手捐给城防营，让将士们拼死守卫邺京啊！我弟弟带着几十个小妾和金银细料，是为了捐钱。可恨楚烈根本不认识王森兄弟，他看到金银马车，竟误以为是要弃城逃跑。这一箭斩了一位回家殉难的壮士啊！王尚书，你弟弟死得冤啊！楚烈还强行抄没了王家自愿捐献的几百万两军资。臣彭玉言，替您不值，替王家不值啊！妙啊！简直是神来之笔，朕竟不知王卿家门竟有如此满门忠烈之辈。等退了蛮夷，朕要亲自为王森立碑撰文，追封他为忠勇伯。老臣叩谢天恩。臣弟能为大魏尽忠，此得其所。王大人，快传太医！王大人这是悲痛过度啊！礼部尚书王林毁家苏难，其弟追封忠勇伯，厚葬。其余捐献家资者，皆列入功劳簿，战后重赏。楚烈误杀忠良，本该重罚，念在蛮夷压境，戴罪立功。方兄，你刚才在大殿上那番指鹿为马，拨乱反正的言论，简直是神来之笔啊！刘老弟，你知道朝堂上最厉害的杀人不见血的武器是什么？是律法，还是皇权？哼，不，是大义。我刚才不过是给他们倒了一杯名为大义、独做忠臣的毒酒罢了。把箱子抬上来！老夫是粗人，不懂什么圣贤书，老夫只知道杀人就得给钱。大魏的儿郎们，砍一个丸子人头，赏银10两，当场兑现；砍百夫长，赏黄金1两。谁要是能拧下拓跋宏那个戴狼皮帽子的脑袋，这城墙上的金银，老子分他一半，保他万户侯。
大都督，我杀了蛮子！好小子，拿去！杀蛮子，拿银子啊！重赏之下必有勇夫，好戏开场了。陛下，城防营军饷虽有了，但城里的粮食见底了，最多支撑大军3日口粮。3日，城中粮商呢？去买，不管多高价，给朕买回来。陛下，3大粮商3日前就闭门谢客，宣称无粮。臣派人去交涉，他们说把刀架在他们脖子上，也变不出粮食啊！放屁！这帮奸商，传朕旨意，让禁军去抄家。陛下，万万不可！粮商背后多是京中勋贵产业，强行抄家必引起大乱。若失了士绅之心，这邺都城就真保不住了。这帮混账，他们宁可让粮食在地窖发霉，也不肯拿出来救命。臣为陛下贺，为大魏贺，为满朝文武贺。大军断粮在即，何喜之有？陛下，您被户部侍郎骗了。邺军城内的粮食，不仅够大军吃上3个月，还能让城中百姓每日吃2顿干饭。彭氏御史，国难当头，你岂能在此信口雌黄？我彭玉岩当然变不出粮食，但诸位大人的府邸里能变出来啊！彭玉岩，你休要血口喷人！我等清廉为官，府中哪来的余粮？陛下，臣没有诬陷诸位大人，臣是在赞美他们啊。这几日臣巡视城中，发现各位大人府中不仅没升起炊烟，连泔水里都没有1粒米。臣昨夜深夜走访，终于打探到了真相。原来大理寺卿李大人为给前方将士祈福，已带领全家老小辟谷绝食整整3天了。辟谷绝食？老子昨晚刚在密室啃了1整只烧鸡呀！光禄寺张大人每天只喝1碗井水，80岁老母亲跟着吃观音土。礼部刘侍郎发下毒誓，蛮夷1日不退，刘家1日不见荤僧，连米缸都砸了，以表破釜沉舟之志。陛下，满朝文武宁可饿死自己，也要把粮食省下来，就是为了在最危急时刻奉献出来。这是何等的高风亮节！臣请问，有如此忠肝地胆的文武百官，我大魏焉能不胜？李清，朕错怪你们了。朕以为你们囤积居集，没想到你们竟是在辟谷祈福。臣等为国分忧，万死不辞。好一个万死不辞！传旨，命锦衣卫指挥使即刻前往各位爱卿府邸，将爱卿们剩下的粮全部运往德胜门。谁若阻拦，便是破坏报国之志，以破坏军纪论处，杀无赦。陛下圣明，诸位大人高义。彭玉岩这小子的嘴皮子比老子的刀还利索。刘老弟，你看拓跋宏的中军。什么？前几日还炊烟袅袅，今日稀薄了许多。我猜他们没粮了。彭兄，你是说拓跋宏撑不住？传令，今夜子时全军饱餐战饭，把城中所有的火油烈酒都搬出来，剩下的银子全分给弟兄们。大都督，咱们难道要守了23天，老子的骨头都快生锈了。大魏的城池不是他拓跋宏想来就来、想走就走的客栈，他没粮了想退兵，做梦！传我军令，今夜开城门接营。
全军向匪突围，撤！楚老将军立此泼天大功，朕今日便封你为异姓王。大都督，陛下，楚大都督归天啦！厚葬，以亲王之礼，国葬。生前你受尽了委屈，死后，老夫定会在史书上为你捧出一个万古流芳的金身。陛下，楚烈虽有退敌威功，但守城期间，宋荣死士在城中强取豪夺，臣等主动将存粮家资暂借城防营，那是高义。可楚烈不留字据，私发赏银，此举形同强盗，若不严加定性，恐国将不国啊！臣附议，楚烈此举确实坏了朝廷规矩，军饷账目不明，必须严查。诸位爱卿所言也并非没有道理。荒谬，无耻之有！楚大都督尸骨未寒，你们这帮缩头乌龟，竟为了几块铜板，污蔑一位为国捐躯的统帅！彭玉岩，你休要血口喷人，我们说的是规矩。规矩？前几日是谁口口声声说自愿捐献，怎么仗打赢了？八字退了，你们的命保住了，现在就翻脸不认账啊！陛下，臣有罪啊！臣一直以为王大人他们是大魏的忠骨，臣甚至联络了京中大儒，准备铸造12座青铜钟异像，让天下万民瞻仰。可臣万万没想到，他们捐出去的钱，竟然还想要回去。既然如此，臣这就去贴告示，昭告天下。你这个无赖！陛下，臣等绝对没有要回捐的意思，彭大人误会了。对，那是臣等孝敬国家的，绝不要回。几百万两银子全归国库。诸位爱卿高义，朕心甚慰，传旨，追封楚烈为镇国武成王，配享太庙，赐金冠玉藏。彭玉岩忧国忧民，擢升为正五品左迁都御史，赐穿飞袍。臣谢主隆恩。10年间迎来了开国以来最鼎盛的时期，江南丝绸蜀中锦缎，北地皮货沿运河滚滚涌入燕京，烈火烹油，繁花似锦。然而天子赵祯昔年铁血君王，今朝骄奢日盛，大兴土木，广选美女，痴迷长生，朝政荒废，人心渐离。皇帝扶植燕宦陈海，权倾朝野，号9000岁，贪腐横行，诏狱腥风，满朝晋升。彭使，大魏要毁了。司礼监掌印太监陈海，为了给陛下搜磨金丝楠木，修建通天阁，在松江府强拆百姓房屋。这是松江府万民血书，满朝文武畏惧内卫司刀锋，敢怒不敢言。彭师若再不出面，大魏就真完了。如风啊，你觉得是陈海蒙蔽了圣监，还是陛下需要陈海这把刀，去替他做那些不要脸的勾当？这怎么可能？陛下当年可是……把折子留下，你回去吧，关好门窗，这几日称病不出。彭使，您要死谏，不可！陈海的内卫司杀人不眨眼，陛下如今又沉迷修仙，您此去……死谏？老夫活到今天，靠的从来不是送死，老夫去是去教教那个阉人，什么叫做千夫所指。有事早奏，无事退朝。臣右都御史彭玉岩有本启奏。彭大人，今日是万国来朝的吉日，若有些鸡毛蒜皮的小事，
还是改日再奏吧。严肃闭嘴！金銮殿上九五之尊面前，哪有你这条行鱼之犬狂吠的份儿？你放肆！咱家是陛下亲封的内卫提督。陛下，老臣今日要弹劾的，正是陛下身边这条欺上瞒下、残害忠良、意图谋朝的阉狗陈海。陈海在江南强拆民房数万间，却上报是百姓自愿献地。他卖官鬻爵，大肆敛财，截留贡品入私库，宅典比皇宫还要奢华。陈海，你出门八抬大轿，百官跪拜，你到底是陛下的奴才，还是大魏的太上皇？陛下冤枉啊！老奴对陛下忠心耿耿啊！够了，来人，摘去彭玉岩的顶戴，捉其回家闭门思过，无旨不得出府。彭玉岩，你狂笑什么？你想抗旨吗？臣在笑大魏的列祖列宗，在笑10年前在德生门外战死的楚烈英魂。陛下沉迷长生之术，可知世上根本没有长生，那些丹药全是掺了千猛的剧毒。陈海拼命搜罗妖道进宫，因为他盼着您早点吃死。只有您死了，他这个握着内卫司的9000岁才能挟天子以令诸侯。疯了！逆臣，拖下去，领旨！朕要将他砍了！赵祯，你要亲手毁了自己建立的盛世吗？你就是一个被阉人玩弄于股掌之间的可怜虫！老夫在九泉之下，看着你大魏江山如何轰然倒塌！彭玉岩啊，彭玉岩，这下谁也救不了你了。若不演一出必死的戏打入天牢，彭玉岩这个身份又怎能彻底消失？更重要的是，我要在天下人心里埋下一颗种子。你，天圣帝赵祯，就是一个任用阉党残害忠臣的昏君。赵祯，既然你对我动了杀心，那我只能勉为其难，为民除害了。彭大人，你不是被围在府里吗？别紧张，臣服统领。老夫是来送你一场天大的富贵。这是何物？此物名为通天香，乃是前朝修行秘方。陛下服用金丹时，若燃此香，可瞬间体验羽化登仙之乐。陈海这几日办事不力，惹得陛下心烦。你若此时将此香献上，内卫司提督的位子，为何要把这等宝物送我？这香是你献的，等陛下龙颜大悦，你只需提我一句，陛下念及旧情，或许能免我死罪。你得权，我活命，如何？成交。记住，一定要在陛下服用金丹时多加炭火，让香气充分挥发。呸！还诱毒御史呢，得罪了陈公公，过几天还不是得身首异处？妙啊！朕感觉身体轻如鸿毛，朕要成仙了！该死的彭玉岩，说那香能让皇帝欲仙欲死，结果皇帝真死了。事已至此，你就干票大的。景阳钟声突然响起，在夜京上空激荡。天圣26年秋，大魏天圣帝赵祯驾崩。驾崩了。半生狂言本是戏，一朝金殿退青衣。莫问彭玉岩何处往，笑看人间又幻局。
这香不对，是谁点的？回干爹的话，是儿子我啊。你这个逆子，是你弑君！干爹糊涂了，弑君的明明是您。儿子大义灭亲，奉太子密诏捉拿乱臣贼子。赵真，那些丹药全是掺了千汞的剧毒。彭于晏是彭于晏那个疯子，陈教你这个蠢货，你被人当枪使了！死到临头还敢攀咬忠良，给我杀！王阁老，末将已斩杀弑君贼子陈海，传太子令，内卫司阉党勾结妖道，谋害先帝，罪不容诛，尽数绞杀，一个不留。彭于晏，彭师，臣贼已死，新帝登基，下官接你出狱。彭师这是羽化登仙了啊！他入朝为官，警醒世人，如今使命完成，终归仙班去了。彭大人乃大魏百世师表，我等应即刻上奏新君，追封彭大人为太子太师，事后闻政，于督察院立生祠，供天下御史瞻仰，以正大魏朝纲。首辅大人英明，好奋正宫亲主。我去，肯定是那帮老狐狸在背后编排我呢。就只剩我一个人了。好，好，好，还有你，不是一个人。距离阉党之乱和彭圣人白日飞升已整整60年，大魏皇权更迭，党争倾轧，但对于万里之外的西域，不过是商队驼铃声中几句下酒的言谈。我说了，我太爷爷柳如风是彭圣人亲传弟子，我走西域寻访名师，你让我赊一碗都不行。你们信不过我，还信不过彭圣人？客官，这年头自称彭圣人传人的，我一天能见仨。彭圣人传人，那你说说，彭圣人教了你太爷爷哪句话？官场如戏，全凭演技。看来还真是他的后人。让他住下吧。多谢先生，彭圣人肯定也会保佑你的。也算是故人相见了啊，只不过保佑什么的就大可不必了。60年了。当年半路遇到了胡商驼队，跟着他们一路向西出玉门关，结果来到了碎星城。神特么金背神龙，我要有这本事，当年在太和殿上直接喷火把贪官烤了，多省事。夏，冀州民变，乱民数万，破县城，杀县令。秋，试验部可汗罗山屯兵30万于苍狼关外，频频扣关，要求和亲，并岁贡金银100万两。大魏国库现在连老鼠进去都得含着眼泪出来，拿头去岁贡。大魏江山真是被不孝子孙折腾废了。这傻小子，不会把我当偶像了吧？彭圣人的传说害人不浅啊！老板，听城门那边说，使团刚出玉门关就被赤焰不解了。呼罗山放话，要在今晚城主府宴席上用这使臣的头骨做酒器祭旗，正式向大魏宣战。那使臣叫什么名字？那年轻人叫裴征。今年大魏恩科探花郎主动请缨来西域的，只学了形没学到魂，就这么死了，丢的可是我彭圣人的脸面。去给城主府递个话，就说我今晚想去蹭顿饭。
我乃大魏天使，岂能归你这茹毛饮血的蛮夷？葫芦三，大魏虽有内患，但仍有代价100万。你若敢杀我，铁骑必踏平你赤焰部。代价100万，一群饭都吃不饱的叫花子也配叫军队？本豪今晚拿你血祭旗，明日破苍狼关，杀进燕京，做你们的龙椅喝酒，让你们的皇后给本汗跳舞。且慢，这大好的烤全羊还没吃，大汗怎么就急着见血了？多败胃口。大汗，这是醉春风的顾老板，绥兴城最有钱的商贾，咱们起兵的3成军费都是向他借的。顾老板一个生意人，为什么要管大魏使臣的死活？大汗误会了，我一个商人，哪管什么国家大事？我只是觉得，大汗用这使臣祭旗，实在是一笔亏本的买卖。不仅杀不死大魏皇帝，反而会断送大汗称霸草原的千秋霸业啊！30万大军压境，大魏已是砧板上的肉。你今天要是说不出个所以然来，就算你是财神爷，本汗今晚也活劈了你！因为你蠢。你以为杀使节是立威？你是在亲手把赤焰部推向万劫不复的深渊。虽然大魏现在一盘散沙，但是你今晚杀了这使臣，皇帝就能名正言顺打出抗击蛮夷的大旗。互相倾轧的党派，在亡国灭祖的压力下，不得不团结一致。大汗，你杀了他，就等于帮大魏凝聚了天下人心。你这一刀下去，唤醒的是被逼入绝境、同仇敌忾的中原巨兽。你不是在祭旗，你是在替大魏敲击节鼓。这等毒辣的眼光，这等诡辩之术，他到底是谁？就算本汗不杀他，30万大军已集结，难道让本汗灰溜溜退回去？当然不能退，打肯定要打，但怎么打是门学问。大汗号称30万大军，可你王帐的真正精锐不过10万吧，剩下的20万是草原上那8个小部落凑出来的杂牌兵。他们平时对你阳奉阴违，现在跟着你无非是想进中原抢钱抢粮。若你王帐的精锐死伤惨重，就算打赢了，那些小部落还会服你这个大汗吗？郭老板既然把话挑明了，本哈该怎么办？还请指教。第一，大魏使臣不仅不能杀，还要奉为上宾，让他活着把你的国书带回邺京。国书里只写一句话。什么话？赤焰部只求护市，不求大魏尺寸之土。若大魏不允，赤焰部愿发兵替大魏剿灭江南反叛之贼。顾老板，你开什么玩笑？大汗，这就是中原政治。大魏皇帝一看国书，不仅不会防备你，反而会极力主张议和。而一旦开启议和，大魏内部会比现在混乱10倍。第二，利用议和的时间差，把那20万联军全派去攻打苍狼关，而你自己的10万王众精锐按兵不动。等他们两败俱伤之时，你再率10万养精蓄锐的铁骑进攻。到那时，整个草原和边关，从此只有你一个人的声音。啊！顾老板，你真乃神人也！来人，给大魏使臣松绑！那在下就预祝大汗早日一统草原。小子，光有骨气和仁义道德是救不了国的。你要把仁义道德变成你的刀子，把这天下乱局
变成你手里的棋盘。杀人不见血，才是最高境界。他难道是彭圣人的传人？哈哈哈哈哈哈！老板，葫芦山大汉又派人送礼来了。金银入库，马匹牵去马场，女人给发点遣散费打发走，挑2块最大的红宝石给我。这软榻最近有点晃。是，老板。大卫那边局势如何了？老板，全被您料中了。江南那些世家被吓得尿了裤子，半个月内凑出了800万两军饷送进国库。平时跟朝廷哭穷，刀架脖子上了，掏钱比谁都快。呼罗珊按您的计划，让20万联军强攻苍狼关，打了8个月，联军死伤大半。哼，呼罗珊现在成了草原唯一的霸主，大卫和草原都宣称自己大捷，皆大欢喜。那裴征呢？他一回去就被提拔为正五品，左迁都御史。上个月户部尚书贪污修河款，您猜他怎么解决的？尚书大人是大公无私啊，他把修河款藏在地窖里，是为了防备底下小官中饱私囊啊！臣愿捐出1个月俸禄，号召满朝文武向尚书大人学习。那尚书哪敢反驳，只能咬着牙流着泪，把家里的钱全自愿捐了。退朝后，在宫门口气得当场中风瘫痪了。好小子，学到精髓了。裴征啊，大卫这个烂摊子就交给你折腾。我在西域敬你一杯，千万别死太早，多给我提供点乐子。哼。当年在西域蛮族大帐宁死不跪的7品御史裴征，得了我的真传，扶摇直上40年，终成大魏首辅。可惜，屠龙少年终成恶龙。相父，您为国操劳，鞠躬尽瘁，这就抛下朕走了呀！朕痛失国主啊！小皇帝，你这演技也太差了。结党营私，卖官加爵，僭越皇权，私藏龙袍，这就是你们口中鞠躬尽瘁的裴相。传朕旨意，褫夺裴征一切官爵谥号，抄没裴府，男丁发派充军，女眷尽数冲入教坊司。前朝的吴道子真迹，还有这深海红珊瑚，裴征这小子这40年真没少劳。共抄得现银1800万两，黄金300万两，良田房契数百万亩，古玩字画奇珍异宝不计其数。好一个大魏国斗！朕看就是趴在大卫身上吸血的水蛭，现在水蛭死了，大卫必将迎来真正中兴。赵弘啊赵弘，裴征是贪，但他却保了大卫40年。他就像一根长满毒蘑菇却顶住了大魏江山的擎天之柱。如今柱子断了，天也就快塌了。失去压制的官僚疯狂内斗，新政被废除，10万大军在漠北惨败，全军覆没。中原大旱，官员与粮商疯狂囤积居集，流民四起，狼烟遍地。相父，朕杀光了贪官，为什么大魏还是亡了？相父，朕是不是做错了？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。大魏亡，乱世起。
北方诸侯挥鞭屠杀俘虏，残暴不忍；江南诸侯在歌舞升平中瑟瑟发抖，软弱无能；中原诸侯在沙盘前荒谬指挥，草包至极。既然县城的没一个能入眼，那老子就自己捏一个，结束这乱世。客官看草鞋，2文钱1双，5文钱3双。我不买鞋，我来是想送小兄弟一场泼天富贵。算命去街尾找瞎子张，我这儿只卖草鞋。我观你头顶紫气盘旋，命宫隐有龙腾之象，绝非池中之物，是吗？那我这龙腾之象能让我今天多卖2双草鞋吗？李元兴，你还要装到什么时候？你乃是前朝大景王朝开国太祖嫡系血脉，景武帝正统后裔，你的骨子里流淌着这天下最尊贵的真龙之血。在下乃是大景3朝元老顾太傅的嫡系重孙，太爷爷临终遗训，必须找到李氏正统，辅佐其重登大宝。在下苦寻30年，今日终于找到了殿下。如今乱世，民不聊生，只要您振臂一呼，打出正统旗号，天下遗老遗诏必将景从啊，殿下！大叔，你编的故事挺好听的，就是这演技太浮夸了。铜板拿着，去街口买个馒头吃吧，别妨碍我做生意了。好小子，有种！刘备3顾茅庐，今日我就3顾你个臭卖草鞋的！哎，小兄弟，殿下，你别走啊，价钱咱们还可以商量商量。